到此刻为止呢，台湾大概还有60%的民众完全没有打到疫苗，当然打到2剂的呢凤毛麟角，大概只有2%左右。所以谈到疫苗呢，我发现很多这个台湾民众心里面都有一些焦虑感，也成为这个朋友之间谈话聊天的一个话题。但其实在此刻，我觉得全世界慢慢进入了后疫国家，也就是说呢，因为疫情延烧到现在也几乎快要2年了，那么很多国家像是美国、英国等等，他们的疫苗的覆盖率也慢慢的算是蛮完整的。也就是说呢，现在陆续可以解封了，那么世界的这个交流往返慢慢的要回到了一个常态。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当中，我们特别要谈的疫苗，可能锁定在后疫时代的疫苗国际接轨哦。那么当然，我们台湾以现在的国际处境来讲虽然我们看到健康啊等等是一个普世的价值，不应该受到政治上的干扰，但是在过去买疫苗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指挥中心一直告诉我们，台湾的疫苗不能到位，是因为受到某种干扰或者是打压。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在未来的这个疫苗的国际接轨或者说国际认证上，台湾会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我想先问一下这个杨老师，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说我们有这个5位选手呢要到塞浦路斯去参加世界锦标赛，他们是自由潜水员要去参加比赛，结果就赫然在出发前就发现其实我们台湾的这个国际预防接种证明并不被塞浦路斯承认所以这个部分呢就引发了很大很大的这个争议跟讨论。因为这个国际预防接种证明，我们知道很多在台湾朋友，你如果打到疫苗的话，你会拿到一个黄皮书，对那是目前拿到的。那么未来我们台湾最近在讨论要推出一个数位黄卡，因为黄皮书毕竟是纸本的嘛，一下子不见啦、掉啦，或者弄破啦，很麻烦，所以要推出一个数位黄卡将来大家就比较可以随身跟着走。那么但是呢，陈时中告诉大家，数位黄卡呢，它不等于疫苗护照，也就是说这个数位黄卡呢，比较是在台湾我们自己用的，比方说有些学校规定比较严格，你要去上课啊，去补习班啊，去医院啊等等，你要秀出你的数位黄卡。但是数位黄卡在国际间恐怕是没有用的它并不等于疫苗护照。那怎么办呢？陈时中在指挥中心他约略谈到，没有谈得很详细。他说呢，未来要进行疫苗的双边承认。怎么样双边承认？你可能要跟很多国家、很多地区来谈他说当然啦，接下来外交部会来谈。您怎么看待未来这个疫苗的双边承认？对于台湾来讲会不会成为我们一个另外一个要突破，可能比拿到疫苗更困难的一个目标？我个人觉得陈时中部长他很会开记者会，对，他很会讲话，他大部分其实也都只是在讲话，他做的很多事情，要不然其实我们觉得，其实就国际一般其他的国家地区在做的，我觉得其实相差甚远，或者是他讲的话，其实他没有去做，现在疫苗护照或疫苗接种证明这2个概念，很多的国家跟地区其实这个疫苗接种证明这个大概都有，对。但是呢，这个接种证明可能是对你个人跟这个接种这个，比如施打的医院或者是政府，对，那做一个记录。有些地方甚至把它会变成，如果你一旦施打到2剂，变成一种通行的这种证明。对。在中国大陆其实对有很多这一些餐厅现在都很普遍对。它餐厅外面会贴一个标志，就是说本餐厅员工皆已完成2剂的接打，这个施打。那这样子的一个证明，其实就变成，就是说，在你通行上，或者是说在去进入怎么样的这种证明上，这是一种所谓的 pass。对，他们叫做健康码嘛，健康，其实健康码跟我们的另外一个健康码，跟我们的数位黄卡应该是蛮接近的一个概念了。我觉得当然，它那个是更全面性的了因为它牵扯到就是说你这种整个机制的这个就是连结，对，联动，然后呢，这个资讯的透明，然后呢，以及疫苗的这些证明。但是我们目前这个黄卡它不具有任何这种资讯的连结，而且讲句实在话，人家都是以2剂为前提，你打1剂哪有什么好证明的，对不对？那基本上现在我们打2剂不到2%、3%，还是个位数的这个比例。那至于疫苗护照，现在是在欧盟在讨论这个概念，日本也曾经讨论，但是呢，
因为日本现在接种事实上又碰到这个瓶颈，对他们的疫苗也美国内部的疫苗护照讨论事实上还受到阻力，那现在在欧盟甚至都有一些反对，就是说强制这个接种疫苗的做法。那我知道，其实在中国大陆这个新的教育部长换的时候呢，其实对于学生强制接打，事实上是持反对意见的。所以我们台湾现在做的这个疫苗的这个黄卡，它的问题就是说，对于已经就是国际认证的那一些的疫苗的施打，你能不能够取得别的国家接受你这样子的一个证明？第二个是，你接下来如果要施打高端疫苗，台湾自己本土产的，你怎么样透过外交部让国际，不管是双边还是多边啊，你告诉我，外交部怎么去跟这些国家不认为你这个高端是国际认证的这个疫苗，因为很多问题嘛，你自己本身没有经过这个3期，你没有国际认证，他怎么会可能去接受你的这个施打高端疫苗的这种证明呢？高端的问题特大因为我们看到第一个，它没有经过这个 WHO 的认证嘛那么另外它连3期没有做完，它的2期也还没有完全解盲等等所以到现在它用免疫桥接这个方式，还有包括它是这个次蛋白疫苗，现在次蛋白疫苗我们看到美国的 Novavax。现在也出了点状况嘛被美国勒令现在要停止生产半年但是台湾呢，一度呢，我们知道高端疫苗它的良率，注意不是不良率良率只有18%，这个把大家吓一跳所以当然啦，打高端你要去跟国际接轨，我觉得这几乎就是天方夜谭，不可能但是撇开高端来讲，就算不是高端好了，就算我们打的是 AZ 莫德纳或是接下来的 BNT 好了，我都不知道，就是说台湾这个疫苗护照，我们将来跟国际间的接轨会不会有困难？这个问题此刻对我们来讲，应该算是越来越迫切没错。虽然问陈时中不痛不痒，你知道他那个人讲话就是很淡定的感觉，大家急他不急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接种黄皮书不是现在的问题，这个记者有点懵不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时候的问题？确实很急尤其9月马上就要开学了。9月开学，第一个呢，境外生要来，当然境外生要来，大部分都已经打完2剂，在他们的国家，那他们来就是我们的隔离政策的问题嘛虽然打完2剂，但是我们台湾还是有一定的严格度。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台湾现在很多孩子是出去念书的出去念大学、念高中、念硕士、念博士都有。那这些从台湾出去的孩子，你要不要给他们保护呢？陈时中说什么我们在4月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4月疫情还没有烧起来，当时是说呢，凡是有出国需要的民众可以专案来施打，用专案的方式当时大家不想打疫苗嘛，因为没有疫情我干嘛打？而且 AZ 会有血栓的风险，所以呢，专门问那些有出国需求的民众，不管是去念书、去洽公，开了一个专案可以打，所以当时要出去的学生是可以打的。但是到了现在陈时中怎么讲呢？陈时中说那些留学生就到他们去的那个国家打。所以这个话就让很多，特别是留学生的家长炸了锅这个留学生也很生气，因为毕竟怎么样，毕竟都是我们台湾的孩子嘛你应该让他们出去之前就有一些保护力。你想想看，出去你在机场上就很容易感染，没错，而且你打完之后还有2个礼拜抗体才会生成所以这个部分陈时中说接种黄皮书不是现在的问题，但我们确实觉得他已经迫在眉睫没错，开学的出去进来都是一个问题。另外呢，你就算台湾你非常非常幸运，你就是那2%，你打到了。然后呢，你看到塞浦路斯就是这样出去不被承认所以未来出去承认，我不知道，就是说要透过什么样的机制，还有这个杨老师，你乐观吗？在这一部分，台湾要怎么样来谈？会不会将来谈不成，通通又说都是大陆在做梗？这是很有可能一个最后的这个推脱的甩锅的这个理由但是呢，我先解释，我就是说。我们这些学生到国外去，其实如果你拿有别的国家的学生的签证，他不会拒绝你这个入境。而如果你没有打完2剂，其实他当然会给你打，因为在国外这些国家，我们会去念书的这些国家。但是像现在美国很多学校都说，你要进校园一定就要出示那个接种证明，所以你必须要提早到达美国去施打。如果你真的在台湾没有办法打到2剂或第2剂的话，所以很多孩子现在8月初就走了，现在已经慢了，好可怜啊！7月的时候就已经是出国去准备要打这个2剂，2剂之后呢，因为2剂中间要花时间，不管是3个礼拜还是4个礼拜因为 BNT 是3个礼拜，莫德纳是4个礼拜，然后呢，你再隔2个礼拜。你才能够算是这个有效，
所以呢，你要进入到这个大学，你可能至少要1个半月以上。老早学生其实取得了这个签证已经去。那我们自己问题是说，就像这个秀芳你说的，你在整个这个旅行的过程，你经过这个机场，在飞机上，你可能如果你没有真的打2剂有效的这种保护的话，你可能就会被感染到，对不对？这个时候呢，当然你在台湾，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方案，这是正确的。而且你在国际的商务上，如果你现在有必要去日本、去大陆还是去哪里，要去做国际商务的或者是会议的时候呢，你当然要给他一定的这个保护。台湾的问题现在就是最关键的就是我们疫苗太少了。今天上午行政院才告诉我们，好像我们又取得了几十万剂的自购的 AZ 的疫苗要到台湾来。他很骄傲的说，我们现在总共已经取得的疫苗已经超过1000万剂了。那我算一算，其实扣掉别人捐赠给我们的，自己大概不到一半，真正的这个自购。因此，而且这个 BNT 还没有进来，那鸿海的永龄基金会跟这个就是台积电的，也根本到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我们看到郭台铭还为了这个东西奔波在欧洲。还就必须要先去施打这个疫苗，因为他要在欧洲这个奔波去让这个疫苗能够到台湾来。然后呢，陈时中部长被询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他现在是这个比较急了，好像完全跟他无关的样子，很骄傲的告诉我们说，台湾现在已经有1000万剂，我们行政院长的这个以及这个发言人，但事实上我们跟其他任何国家地区相比，我们的疫苗太少了。似乎好像刻意的在挡住这个国际认证的疫苗，对，就是为了现在要这几天很夯的，连蔡英文总统都说他会去施打的高端疫苗，而实际上愿意登记只打高端疫苗大概不到20万人，对不对？所以更不要说高端疫苗在取得国际的认证上是路途遥远，因为它的科学性，因为它的这整个这个所谓的这种取得认证的合理性跟要件都没有，而且说实话，连食药署自己都不打高端了，对不对？食药署力推高端，他自己的人都是国际疫苗打好打满。对，所以现在就是说陈时中说要我们外交部去努力，取得就是双边的这个相互的这种承认，所谓施打疫苗的这个证明。现在这个时间点，我觉得都很困难了，因为现在大家打的都还是国际认证的疫苗 ，AZ、莫德纳。对不对？可是呢，等到一旦的8月底之后吧，就是高端开始在施打的时候，我们外交部难道可以跟其他这个国家地方说，打国际疫苗的你可以认证，打高端的你可以不用？别的国家不会这么做嘛，对不对？是啊。那这个时候他会说，你如果都要我认证你台湾打的疫苗，但是我知道你们现在开始打一个我们根本看不懂也没接触过的高端疫苗，我怎么去认证？也就是说，等到高端疫苗开始要打的时候，各位，所谓的台湾的这个疫苗的这个黄皮书，或者是任何的这个证明，要取得国际上的接受，我觉得那是更加的困难。杨老师，你讲到了一个重点就是说，如果要去跟其他国家进行双边认证、双边承认来谈的话，当然它应该是一个 package 打包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都互相承认，我们相信你们的科学程度等等大家做一个承认。但是我觉得高端会不会来添乱呢？假设没有高端，那台湾买的都是经过 WHO 的认证 AZ BNT 等等，这些就很好处理嘛。但是现在就变成说，台湾有少部分的人比方说现在是18万，他打了高端，但他跟我们用的可能将来未来都是同样一个所谓的疫苗护照也好，疫苗黄皮书也好，都是同样一种。那不可能，你到了国外的海关之后，国外海关再分你来自台湾，台湾又分成有高端的跟没高端的那没高端的我这个有高端的我就不让你进来。我们不可能说把国际认证给他黄皮书，搞高端的给他粉红书啊，对不对？或者给他高皮书，不可能嘛，对不对？一样都是在同样的这个记载黄皮书或者是这个证明当中。别的国家当然就说那这样子搞不清楚那这样子不对。那这样恕我直言，这样不会变成一颗老鼠屎害了一锅粥吗？不就是这个原理吗？就是这个概念，就是这个说法嘛对不对？所以也就是说，现在高端的问题。先都不讲他之前怎么样在满足这些要件，以及政府为什么这样子的处理，光是说他接下来，或者是说他真的具不具有这个防护力，光是打了之后，造成就是那些其他的从以前到未来
这个打 AZ、莫德纳、BNT 的这些疫苗，他们在国际上被接受的可能性会被这个东西完全的，就是说搞这个模糊掉了。所以事实上，对，你要怎么去证明？我现在自己都很伤脑筋呢。我将来如果要出国的话，我怎么去证明我自己打过2剂？那这样子一个做法是不是？对，特别像如果说你有一些需求参加国际会议啊等等哈，未来就不是线上，未来实体会议的话，恐怕呢你要参加会议前，你就要把你的这个接种证明啊弄上去，让大家承认一下。将来台湾会不会遇到一个最大阻碍？但我觉得这次疫情的爆发到此刻为止，我觉得疫苗在考验什么呢？疫苗不只是一个科学的问题，疫苗也考验着其实各国各地方政治人物他的一个国际处理能力哦。因为第一个像刚刚我们讲到的后端的问题，包括疫苗接种认证的问题，还有前端到现在为止各国都在抢疫苗。我们看到国际间怎么处理呢？比方说以色列总理大家都知道嘛人家最早就很快的覆盖率打好打满，为什么？因为人家以色列总理半夜都不肯睡觉，打了30通电话给这个 BNT 的负责人，他用最高的价格在所不惜抢 BNT， 然后他把他所有施打的数据都提供给 BNT， 等于帮助你取得一些数据鱼帮水水帮鱼，这是人家的国际上处理能力。另外呢，最近南韩跟我们一样遇到了一些困境，那就是莫德纳的出货量不佳，所以南韩本来订了一大批，但是到货量也是哩哩啦啦，也是到的很少。南韩怎么办呢？文在寅的民调暴跌之下呢，南韩最近要组个团特别到美国去抗议我刚开始还以为就是民间的团自己去，不是他们是由他们的副部长来率团副部长率团去抗议，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说实话，现在疫情，其实你打电话抗议就够了，视讯抗议就够了，写个电报抗议就够了，人家一定要搭机到美去抗议，这个强度有多高？我觉得他干脆这个染疫，然后到那边就表示说我得病了，你要帮我打一针。那这里我觉得现在这一阵子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因为这个 Delta 的这个病毒在扩散当中，对，所以呢 ，WHO 的秘书长谭德赛自己都公开讲，希望美国不要这么急的打第3剂。但是美国完全置之不理，而且事实上还驳斥他，所以美国又再度的紧缩这整个疫苗的出口。那同时，欧盟的国家呢，也开始在这么做，因为现在这个第3剂是否真的能够有效，打了第3剂能够对抗这个 Delta 也都还不清楚。但是似乎除此之外，你没有别的方式，因为美国现在某种程度的这个地方的解封已经到了，就是基本上完全无视于这个新冠病毒了。可是呢，它的现在每天的确诊，你光是这个佛罗里达州就不得了，每天光佛罗里达州就破10000的确诊。那中间其实 Delta 的这个比例越来越高，所以当它在紧缩疫苗出口的时候，你当然就造成整个疫苗的生产的分配，这不就是跟我们从去年到现在台湾都还这个蛮引以为傲的，就是晶片的问题吗？晶片那个时候也是晶片荒大家都在争产能。那因此呢，很多国家不是说，来我们晶片换疫苗，或者是说来开一个这个晶片会议，然后呢，政府去介入。我们的经济部长王美花因此还把这些半导体的这个厂商都找来协调一下。但蔡英文不是告诉我们说，此刻是台美关系最好的时刻吗？我们又有晶片这个筹码照理说，这个台湾应该有本事弄到更多的来自美国的疫苗。那个美国的送那个250万剂来台湾的那个谈美参议员，他不是在被报道说他曾经参加一个 CSIS 美国智库的会议，说可能还会有400万剂。结果美国政府马上说 no， 完全没有，我们已经给了250万剂了，就这样子了，对不对？所以现在美国也不会有什么新的再提供给我们的这样子的紧急的疫苗，自己本身都不够，自己的这个确诊也在不断的扩大。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国际的解封也在进行当中，所以台湾作为一个主要的这样贸易的，就是跟各国这么大的这个贸易这样的往来，以及这种就是学习学校的学生的留学的需要，所以接下来这种就是国际之间的这个移动很需要。那这个时候的疫苗的这个证明就很重要了。但是就像我们说的，那你现在高端来插一脚，搅乱了整个这个认证的这个过程。就算我们的外交官再怎么努力我觉得对方大概很难说，
我叫我的海关去辨认，哎，这是 BNT， 这是什么呢？这是高端，不行，他不可能让海关去做这种认证的事情，所以他会第一关他就告诉你，对不起，你的疫苗施打的太复杂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承认你这样一个疫苗证明。但杨老师，我觉得您刚刚的建议很好。那么打高端的人，我们是黄皮书嘛，给他们一个绿皮书好了。好，民进党绿皮书，这样就很好分辨。这是好的建议，我们就叫高端绿皮书。对，高端绿皮书哈。对。所以没有错，进入这个后疫时代啊，在疫情起来的时候，考验的是一个地方，我们看到它的科学能力、它的公卫能力、防守能力等等。但是现在呢，后疫时代哈，国际间要解封了，现在也考验着这个各国，还有特别是官员们他们的国际事务处理能力啊。所以想想以色列，想想南韩，哈，想想其他的国家或是地区，再来反过来看看我们的指挥中心，以及看看号称台美关系此刻最好的这个蔡英文啊，想想看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为什么台湾到现在为止，疫情已经蔓延1年多，将近2年了，台湾的疫苗到货状况还是不理想？其实想清楚，大家就知道了。是。